它这个板子对不对？它有附这个保护架，它这个保护的很周到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呢，然后它的包装非常的安全，很厉害，不错。把这个拆掉，那我们今天的策略呢，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螺丝松开，它每一边有4组螺丝，两边总共8组。松开之后，我们不拆这一个跑步板，我们把它抽出来，再把我们买的新的跑步板放进去，应该是这样子可以看看这样子可不可以成功。这个就是跑步板，它破掉，它就是有承受不住的重量。至于说你在使用的过程，随着湿度也会影响这个跑步板的耐用程度，所以久了之后，跑步板的耐重度会打折。然后你要在上面跑来跑去、大跳的话，它就会破裂。这个就是跑步板破裂很常见的情况。那我们现在再合起来，发现就是 OK 啊，就是我们当初给厂商的孔径是还蛮准的，所以应该不用再打洞了。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尺寸、厚度还有孔径的位置，你量得很准的话，就不用再2次去做打洞。
哦，终于用到这个跑步机了。那这个跑步机的话，就是几个重点，你要量这个尺寸，量这个板的尺寸，然后孔洞要非常的精准。你量的精准，你买了厂商帮你打了个洞，也相当精准的情况之下，打下来的孔洞跟这个机台的孔洞一致的情况之下，你会省很多的工啊。像我们今天买的这个厂商，它的那个孔洞大小甚至厚度都是相当的精准。我们今天买这个板材的话，可以承受到120公斤的重量，所以今天就是我觉得这个厂商它那个包装的运送的保护非常的到位，真的非常到位，旁边正面都有那个木板在保护着，所以运送过程其实是很安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跟各位分享如何去换这个跑步机的板材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下次还有什么有趣的影片再跟各位分享喽，See you。